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？喝普洱茶可以抗氧化，甚至有人说喝久了好像看起来更年轻。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，而且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。大家在意的是，喝茶能不能让皮肤状况、身体的氧化压力，还有一些抗老指标都跟着改善，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元气，也有一种变年轻的感觉。对啊，现在大家压力大，常熬夜又常吃炸物，一听到抗氧化3个字，就会直接联想到抗老变年轻。欢迎来到茶学笔记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普洱茶真的有抗氧化与抗衰老潜力吗？普洱茶中的生普和熟普，谁的数据又比较亮眼？我们先讲结论。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《分子 Molecules》的研究发现，生普的抗氧化能力确实比熟普强，而且这篇研究不只测抗氧化，还测了几个跟抗老、保养品原料开发非常相关的指标。哇，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一句有效或没效就带过，而是要看它到底强在哪里，对吧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集我们主要会看3件事：第一，普洱茶的抗氧化数据到底多强；第二，就是为什么这篇意大利的研究会特别去测抗老相关的酵素；然后第三，熟普是不是也具备一定的功能潜力？因为现在很多人真的就像我一样，就是熬夜啊，压力大，吃太油，隔天起来就觉得脸色超暗沉，精神也很差，好像身体整个氧化生锈了一样。对，在科学上我们称这个叫氧化压力 （oxidative stress）， 它其实跟自由基 （free radicals） 有很大的关系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铁放久了会生锈，或者那个苹果切开后会慢慢变褐色，这些都是生活中看得到的氧化现象。哦，就是那种老化的感觉。没错，人体里其实也会有类似的氧化反应。当氧化反应太多，然后身体的修复系统又跟不上的时候，就可能形成所谓的氧化压力。了解，那普洱茶在这里到底能帮上什么忙呢？其实普洱茶里面有多酚 （polyphenols） 还有类黄酮 （flavonoids） 这些天然的抗氧化成分。那今天这篇研究就是把生普和熟普直接拿来 PK， 看谁的抗氧化能力比较强。等等，那这篇研究是直接找人来喝普洱茶，然后看皮肤有没有变年轻吗？不是哦，这篇其实是普洱茶萃取物的体外实验，也就是说在实验室里面分析生普和熟普萃取物里面的成分，然后去测它们的抗氧化能力、酵素抑制活性，还有抑菌活性。所以它比较像是在看普洱茶萃取物本身有没有功能潜力，不是直接看人喝了之后会不会变年轻。对，这样理解比较精准。它可以用来比较生普和熟普在实验室里的表现差异，但绝对不能直接简化为喝了马上逆龄。那研究团队是怎么分析这些成分的？他们用了一种意向晨析质谱仪 LCMS 去观察普洱茶萃取物里面的成分轮廓。简单讲，就是用很精密的分析方法，把茶汤里面的化学成分整个拆开来看清楚。懂了，那抗氧化能力又是怎么测的？总不可能用肉眼看吧？当然不是，这边不是只用单一测试，而是用了好几种抗氧化测试，包含了 DPH、ORAC、FRAP 等等的方法，从不同角度去看普洱茶萃取物的抗氧化能力。了解，那这样测下来，生普和熟普的差距到底有多少呢？以这篇研究来看，差距其实不小。在水萃取 aqueous extract 的部分，生普平均大约是熟普的3.4倍。哇，3.4倍！对，而且水纯萃取 hydroalcoholic extract 的部分，生普大约是熟普的3.9倍。研究也认为，这跟生普保留了比较高的多酚和类黄酮含量有关。哇，3.9倍，这数字听起来很夸张哎。那是不是代表想抗氧化就一定要买生普？这个嘛，先不要急。这篇研究其实还带出了一个很现实的角度，研究里的生普是经过数年自然后发酵的生普，这组生普和熟普样品价格相差了5倍。生普抗氧化确实比较强，但熟普在酵素抑制、抑菌这些指标上其实也不输给生普。哇，价格差5倍，那真的不能只看谁抗氧化比较强哎。没错，如果你买生普是为了它的风味、年份、香气转化或是收藏价值，那当然是另一个层次的考量。但如果只看这篇研究的功能数据，还有日常饮用性的话，熟普其实绝对不是输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只看价格，而是要看喝茶的目的。
对吧？没错，科学数据不是叫我们盲目去买最贵的，而是帮我们把功能表现看清楚，让大家买得更明白，也喝得更安心。有道理。那个刚刚提到的抗老相关指标，具体到底是在测什么啊？这篇研究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背景，塔样是由意大利一间叫 Cosmint 的公司提供的。Cosmint 是做什么的？它属于盈特利 Intercos 集团体系，是一间美妆与个人护理产品制造公司。你可以把盈特利理解成美妆界的台积电。哦，美妆店的台积电。对，它不是自己在专柜或平台卖品牌，而是站在很多国际美妆品牌的背后，做研发、制造还有包装的 B2B 美妆供应链巨头。例如和雅诗兰黛集团就有超过40年的长期合作关系。哇，所以他看的角度不只是茶汤好不好喝，而是更接近保养品原料开发咯。对，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研究除了看抗氧化能力，还特别去测了弹性蛋白酶、胶原蛋白酶，还有抑菌活性。这些指标其实更接近保养品原料开发会关心的研究。那弹性蛋白酶和胶原蛋白酶是什么？这听起来超专业的。其实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皮肤里面的拆除工班。弹性蛋白酶 elastase 负责分解老旧或受损的弹性蛋白，那胶原蛋白酶 collagenase 就是负责分解老旧或受损的胶原蛋白。听起来很可怕哎，那他们是专门来搞破坏的吗？不是啦，皮肤本来就需要新陈代谢，老旧的结构本来就该被拆掉。问题其实不在于有没有拆，而是拆除和修补之间有没有平衡。所以年纪大之后皮肤比较松，是因为他们拆得太快了吗？对，更准确的说是拆除跟修补失衡了。年轻的时候，老旧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被分解，新的也会马上补上来。可是年纪大了，修补变慢，生成变少，这时候如果分解速度又偏快，皮肤的支撑就比较容易变弱。了解。那普洱茶萃取物的那个抑制活性又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在实验室条件下，普洱茶萃取物可以让这些酵素的作用变弱一点、慢一点，不是把拆除工班完全赶走，而是让它不要拆得太快、拆得太过头。原来如此，所以可以说普洱茶有抗老相关的研究潜力。那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拿普洱茶来敷脸吗？不建议啊。这边研究讲的是普洱茶萃取物，不是你自己泡好的茶汤。真正要做成保养品的话，还要经过浓度、安全性还有稳定性的测试。说不定日后就有厂商真的开发出普洱茶精华液了。其实是有机会的，这也是这篇研究有趣的地方。不过从实验室的数据到真正的产品，中间还是需要蛮多配方设计跟人体使用评估。那除了抗氧化和抗老酵素，这研究还有测试了什么呢？研究团队也测了抑菌能力，结果发现，不管是生普还是熟普萃取物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都有抑制的效果。金黄色葡萄球菌，那是什么？它是一种跟皮肤非常有关系的常见细菌，所以测它可以看普洱茶萃取物在实验室里面有没有抑菌活性。这也跟保养品原料的开发、皮肤接触还有微生物控制有关。那它们抑制的效果如何呢？数据显示，最低抑制浓度生普大约是 1.3 gram per milliliter， 熟普大约是 1.2 gram per milliliter。等一下，这数字差异表示什么？熟普比较低耶。最低抑制浓度越低，代表需要比较低的浓度就能够抑制细菌。不过这两者的差距其实非常小，我们不能直接说熟普就比较好。了解。比较精准的说，在这个抑菌指标上，两者表现是很接近的。这也就再次呼应了我们前面的重点：生普抗氧化确实比较强，但熟普并不是没有其他的功能潜力。所以真的不能把熟普看成只是比较便宜的替代品而已。没错，从日常饮用、成本还有功能潜力来看，熟普其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选择。但在这里，我们应该不能讲成喝普洱茶就可以杀菌治病吧？对，绝对不能这样讲。这是萃取物在实验室里面的抑菌测试，不是人体的治疗感染研究。比较精准的说法应该是，普洱茶萃取物在这个指标上有抑菌活性，但不能直接推论成喝茶就可以杀菌治病。那回到一开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这样看下来，是不是可以说生普比熟普更抗老？
比较精准的说，在这篇研究中，生普萃取物的抗氧化能力确实比熟普强，所以它在抗氧化与抗老相关的研究上表现比较亮眼。但这毕竟还是萃取物的实验室数据，不能直接等于人体的抗老效果。所以不能直接说喝了就变年轻，但可以说它有抗氧化跟抗老相关的研究潜力。对，这样讲比较合理。普洱茶萃取物确实有相关的研究潜力，但真正会影响身体状态的，其实还包括睡眠、饮食、压力，还有运动习惯。也就是说，茶可以帮忙加分，但它绝对不是万能咯。没错，普洱茶是一个很好的日常饮品选择，但不是一喝就能回春的神奇配方。那如果我只是日常想喝茶，到底要选生普还是熟普啊？这就看你的目的和体感了。如果是追求抗氧化，以这篇研究来看，生普的抗氧化数据的确比较亮眼。如果你也喜欢那种清爽、带点苦涩感、回甘明显的风味，那就可以选生普。那熟普呢？适合什么样的人？熟普就比较适合想要温润、顺口或者不喜欢刺激感的人。尤其如果你原本很常喝含糖饮料，把含糖饮料换成无糖的熟普，这件事本身对健康就非常有意义了。所以真的不是一定要买最贵的生普？不一定，抗氧化只是其中一个指标。如果你想要日常好入口，喝起来温润顺口，熟普也是一个很棒、很实际的选择。所以最实际的健康策略，从来都不是盲目追求最贵的，对，而是找到你自己愿意长期喝，也喝得舒服的无糖茶。好，那我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普洱茶萃取物确实有抗氧化能力，而且这篇研究也看到生普的抗氧化表现比熟普更强。没错。第二，这组样品中生普水萃取的抗氧化能力大约是熟普的3.4倍，水纯萃取大约是3.9倍。但是熟普在酵素抑制、抑菌等指标上也保留了相当高的研究价值。第三，这篇研究还测到普洱茶萃取物在弹性蛋白酶、胶原蛋白酶这些抗老相关酵素上具有抑制活性，同时也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抑制效果。这就让普洱茶萃取物具备了抗老与保养品原料研究的潜力。对，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这些数据可以支持它的研究潜力，但绝对不能把它直接放大成对人体的保证。所以这集真正想讲的，不是去神化普洱茶，而是让大家看懂数据后，可以喝得更聪明。没错，生普抗氧化比较强，而熟普也有它的功能潜力。日常喝茶嘛，选自己喝得舒服、愿意长期喝的茶就好了。这里是茶学笔记，我们下一集继续用期刊数据拆解茶桌上的迷思，大家下次见。